各位朋友，郑丽文呢正在美国访问，他呢在这个华侨的招待会上回答了相关的两岸统一的问题。哎呀，这两天我没有看到有官方的报道说郑丽文会见了美国的哪一个现任的有重量的官员啊，这对于郑丽文的政治声望呢，我一直都感到比较担心，是吧？如果他这一次的访问连这个卢秀燕的规格都赶不上的话，恐怕回去以后很难交代啊！而且卢秀燕这几天不是又这个窜访欧洲去了吗？你看看，明摆着这党内呢就在争这个太阳的位置嘛，对吧？所以说郑丽文随后的几天的行程，如果没有重量级的美国现任官员来出面接待的话呢，他这次访美呢应该就不算成功吧我这个比较担心这一点。我们来听听郑丽文是怎么回答两岸统一的。还有呢，台湾的邱毅先生呢也爆出来了，说这个郑丽文在美国哈佛大学和一些反华的智库座谈的时候，当面受到了攻击。那您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敏感，但是我想也是比您关注的。对，请问。那您认为两岸关系统一这样一个议题，或者说是一个概念，是否是一个终极的愿景？那么您认为当前对国民党来说，谈这个议题是否时机成熟，是否现实？我想首先先请您谈谈您的想法。两岸分歧因为历史的发展的原因，已经超过了100年，所以两岸都已经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方式。那么尤其在这10年，因为民进党执政的关系，因为民进党的台独跟新两国论的主张，更是不断的升高两岸的敌意对峙，甚至于包括我们自己的赖清德，包括美国的很多重要的智库，都曾经说明年2027年很可能台海就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为什么我们要非常务实的在9·2共识跟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面，重新的营造两岸和解迈向和平的氛围，同时开始对话，透过对话跟协商来化解两岸长期历史所发生的重大的歧义。那么这也是我在完成了北京的访问之后，回到台湾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80%的台湾民众是支持两岸透过和平的对话协商方式来处理两岸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也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它不是只是一个漂亮的口号，也不是只是想要一次又一次的去避免战争跟军事冲突的发生，它必须要能够永续的、制度化的、稳定的成为一个和平的框架，确立台海不会透过战争的方式来处理两岸的任何的问题。所以先回到因为有9·2共识，所以可以维持现状，而不是强制的方式来改变现状。至于您提到，那么终极的方案是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未来如果有要改变现状的时候，这种终极的，而且会涉及主权议题的现状改变的时刻，对我来讲，我们只有一个原则跟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就是它必须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换句话说，台湾人民的福祉必须被照顾到，台湾人民的意愿必须被充分的尊重。只要人民的意愿充分的被尊重，那么终极方案不管是什么方案，都是人民乐意的方案，这就是我们乐见的方案。好，谢谢。这个等一下，这个凤凰卫视刚刚他先举手。好，海平完了以后，你中央通讯社是不是也举手了 ？OK。好。
对。我们昨天的报道，您抵达的时候，在现场不停地听到有接机的人喊两岸和平。我想问，党员和支持者这种反应是不是让您很欣慰？另外，那么您希望美国在哪些方面给予台湾以及您的政策更多的理解？首先，我在参选党主席的过程当中，这就是我最主要的诉求。也因为是这样，所以我在可能某个程度跌破大家的眼镜，或超乎所有人的预料的情况底下，得到了过半数党员压倒性的一个支持。所以我只是道出了国民党绝大多数党员内心的共同的愿望跟期待。那我相信这也是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这一次来到美国，我们面临这么多朋友的热情的支持，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已经对两岸的未来充满了悲观的情绪跟期待。忽然间感受到立文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可行的，让大家重新燃起了信心跟希望。那么这一次来到旧金山，也有很多，当然是我们国民党的同志、海外的支持者，但也有很多我今天到旧金山接触到的是整个大华人社会的成员。那么这就是普遍整个华人社会共同的期待跟情感。那我也希望全世界海外的华人也能够团结一致的，共同为大家所期待的，不再自相残杀，不再透过战争跟大动干戈的方式来解决争议，透过和平稳定的方式来化解两岸的歧义。那么团结所有海外华人的力量跟愿望，来促进这个大家共同的期待，那就是两岸的和平。这也合乎世界各国，就是希望能够在过去长达好多年的这段时间里头，这种反中也好，或者是对中国采取一个围堵遏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大战略，透过一个新的思维跟新的做法，重新的与北京建立良性的对话，希望跟北京营造一个互信友谊的方式，未来可能可以迎来美中两大强权的在重要议题上面的合作，尤其是维持区域的和平跟稳定。所以这完全也合乎国民党长期的主张，更是我这次来美国访问最主要的目的。在过去到今天，我希望能够深化这样的一个伙伴的关系，全面性的在科技上、在经济上、在所有的软性的议题上面都有更多积极建设性的关系。尤其在我到美国前，曾经正式提出来，希望过去冷战思维底下第一岛链作为战争前沿的这样的思维跟做法，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转跟改变。在这个世纪，我们希望能够更积极的将这个区块变成是一个和平繁荣的区域，希望透过这个区域里头最高的、最广泛的、最充足的人才、科技、资金、市场的所有的实力，能够进行积极的整合，而提出来一个完全可以排除战争、深化这个区域的和平跟经济科技上面全方位的一个合作，带来更巨大的和平红利。这需要靠美中共同愿意往这个方向，台湾可以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展现我们台湾独特的价值，而促进整个区域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这才是真正符合台湾的利益，让台湾不再每天都焦虑的可能成为战场，可能面对下一代人都要变成战场上炮灰的焦虑。相反的，过去台湾不管在民主政治上，在经济的繁荣上面，尤其在高科技的整个的制造上面，都展现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巨大的成就。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台湾变成只是一个战场，事实上台湾有巨大的能量，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我相信这也符合整个人。大家好，郑丽文在哈佛大学受到了美国专家学者
强烈的挑战。挑战聚焦在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郑丽文反军购的立场是非常明显的。我的记忆如果是正确的，大概在2003年左右，郑丽文就跟随着张亚中进行在台湾由北到南巡回的反军购大游行。到了高雄，还曾经与我高雄的团队会师，造成了一股热潮。而郑丽文担任国民党主席以后，在军购的立场上面，他更是清楚的表达。他虽然没有提到两岸统一的问题，但是他坚持做一个中国人，他也坚持两岸应该和平发展，应该对话交流，两岸应该避免发生冲突与对抗。他这些说法基本上在台湾是受到相当程度的肯定跟欢迎的。可是这一次在美国的哈佛大学，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美国的建制派传统思维的大学里面智库的学者的挑战。尤其是郑丽文还跟哈佛大学的名教授艾利森做了一场对话。艾利森何许人呢？他就是提出修习底德陷阱的那位著名的教授。其实深入来看，艾利森的看法跟郑丽文没有太大的差别。艾利森基本也是希望传统霸权、老霸权跟新霸权之间要和睦相处，避免发生战争。如果把现在的现实来考量，美国是原有的霸权，中国大陆是新的霸权，如何能够使中美的关系能够迈向互利双赢，这个才是艾利森真正想达到的目标。所以艾利森的看法并不是什么中国威胁论，并不是什么中国崩溃论，他是希望中美能够和平论。而郑丽文更进一步提到，台湾可以作为促进中美和平的安全阀，所以他认为第一岛链不应该作为对中国大陆进行围堵遏制的岛链，他认为第一岛链应该成为和平繁荣之链。我很赞成这个看法，我认为大家都应该往这个目标去迈进。如果就美国现在对台军售的看法，大概分成3大类。第一类就是白宫的看法。现在白宫的美国总统当然是川普咯。川普的看法是什么呢？川普讲得很白，他说美国对台军售就是中美谈判的筹码。很明显的，川普是拿着美国对台军售来跟大陆想要交换一些东西，例如让大陆多买一点波音的飞机，多买一点美国中西部农业州生产的大豆、玉米、小麦、棉花，甚至希望大陆能够在稀土的出口上面
的管制能够放宽。这个是川普基本的看法。川普有没有把当年1982年里根所提到的对台6项保证摆在重要的决策地位呢？没有。川普都说得很白了，他说里根对台的6项保证，那已经是很久很久遥远的事情了，他根本没有把它考虑在内。可是川普又不甘心，回归到中美的817公报，他只是把美国对台军售当成是一个跟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他可以把美国的国防授权法里面要军援台湾的10亿美元，他可以把它搁置。他也可以把美国原来要对台湾出售武器的140亿美元的大单把它暂停，但是他保持了一个随时也可以恢复的弹性。这就是所谓的川普，他一切都为了大国的博弈，大国的谈判。可是他的一趟北京行中美的元首会晤之后，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是接受了大陆所提出来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看法。他也同意啊，美国现在需要中国大陆帮忙的多，反而中国需要美国帮忙的少。而这个时候的川普是很希望得到中国大陆给他更积极更多的协助。这是第一种看法，是来自白宫的看法。第二种看法就是美国的国务院或者说五角大厦的看法。他们的看法呢很传统，也就是维持过去所谓的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布成的航空母舰，或者叫做岛链的围堵二字论。美国有3条岛链，第一岛链从日本、韩国到琉球到台湾到菲律宾，第2条岛链也就是以关岛为核心，一直延伸到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是第2岛链。而至于第3岛链，就是以夏威夷为中心。过了这个第3岛链，那就接近美国的本土咯。美国就是用所谓的岛链的战术，目的为何？目的就在围堵遏制中国大陆。而在台湾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台湾扮演的就是第1岛链里面的链锁，最关键的链锁。所以美国要台湾做棋子，要台湾做马前卒，让台湾去围堵遏制美国，围堵遏制大陆。那这样子美国当然要卖些武器给台湾咯。可是这个卖武器卖多少，是配合美国所谓的印太或亚太的大战略。台湾的民众啊，其实对台湾长期扮演美国的棋子是有看法的，因为好窝囊啊，你做别人桌上的一盘菜，或者做别人在进行大国博弈的棋子，那不多丢脸。所以从蔡英文
到赖清德，就自己吹口哨壮胆，自嗨的对台湾人民说，台湾是棋手，不是棋子。什么叫棋手？下棋的人，或者说坐在桌上看着菜单，看着美丽的菜肴，拿着刀叉，拿着筷子去吃美食的人。台湾有资格做这样的人吗？台湾是棋手吗？当然不是啊。台湾只是别人桌上的一盘菜啊。但是这盘菜现在的战略价值越来越低了。随着现在武器的现代化跟进步，这盘菜啊，台湾这盘菜的战略价值越来越低了。甚至现在的川普都在战略收缩，想把在西太平洋防卫的责任交给日本来打理。高市早苗很高兴了，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推动修宪，恢复日本的战争权，然后来扩军，来强武，来拥核，利用这个来让日本的军国主义能够复辟。但是他们讲得很美，就是让日本恢复正常国家。这是国务院跟五角大厦的看法。你如果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里面仔细的听听赫格塞斯所谈到的中美关系，所谈到的印太关系，你大概跟我刚才所描述的轮廓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赫格塞斯要迁就白宫里面川普的看法，所以他不敢提台湾。这跟他去年在同样的相会5度提到台湾，充满了挑衅，是完全不一样的。接着我要谈到美国第3种看法，就是美国国会山庄里面众议院、参议院的那些议员以及他们背后的游说团体，还有军工复合体的看法。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呢？他们的看法认为台湾是一个油水多多的地方，台湾有钱啊，所以如果能够利用台海情势的紧张，压迫台湾多买一些美国的武器，人捞就捞，人赚就赚，反正就军事采购来说，它就是个卖方市场。美国可以把价格拉得很高，很不合理的。打个比方 ，MQ9 死神无人机，它每一架的成本价3000万美元，可是卖给台湾多少呢？4架6亿美元，等于一架是1.5亿美元啊。你想想看，3000万美元卖给台湾是1.5亿美元，你认为合理吗？不合理。可是在一个卖方市场的情况之下，不管美国开多不合理的价格，台湾一概都接受。尤其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一路下来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想要以武谋独啊，想要以美谋独啊，所以他们认为这就是给美国交保护费。而美国的这些国会的议员就利用台湾的这个心态，
络绎于台美之间，每一个议员到台湾来个一趟，几百万美元的现金就入袋了。再加上在台湾酒池肉林，吃吃喝喝，享用不尽，而这些人不做议员，就去担任军火掮客。反正台湾有钱嘛，要把台湾的钱榨干，还可以榨一段时间了。这一点对台湾人民来说，感觉是最窝囊的。马英九时期叫不统不独不武，已经够窝囊了。到了现在赖清德的时期，那更窝囊了。刚才说过，美国要把整个亚太的防卫部分的交给日本，日本高兴啊，所以跟菲律宾结合，最近还准备要一起去瓜分台湾的东部的海域。你知道这么丢脸的侵略的行为，对台湾亲门踏户，赖清德怎么表现？赖清德肯定欢迎赞扬，好像说你们来吧，你们日本来吧，菲律宾来吧，把台湾瓜分了吧。他们认为引进了日本、菲律宾啊，台湾就比较安全。你不觉得很丢脸吗？这种人搞台独，已经搞到走火入魔了。好，那现在还好大陆派了2艘的海警船，直接就到了台湾东部的海域。这日本、菲律宾看了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抱头鼠窜呐！他指了来了海警船呐，还不是来了是解放军的055大万吨大驱啊，还不是来的是052D啊。大家看了大陆的海警船到了海域就抱头鼠窜，我有时候心里很想笑。以你日本现在小日本的那一点实力，你怎么跟中国大陆对抗呢？他基本上就狐假虎威啊，靠着美国做后盾，然后要在整个亚太甚至印太，他要颐指气使，取代美国担任这个地方的领袖。这不就是高市早苗的想法吗？但是偏偏就有在台湾岛内那一个想要以美谋独，想要以日谋独，想要以武谋独的赖清德，就像个窝囊废一样，对着日本，连对菲律宾，他都是俯俯称臣啊。台湾人还有尊严吗？台湾人如果今天两岸的问题解决了，台湾人已经是一个抬起头来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何必还担心日本人，担心菲律宾人到台湾的东部海域来亲门踏户呢？今天谈到这个地方，更精彩的内容，下一集里继续的说。大家都知道啊，民进党拿着台湾的民脂民膏，在美国呢养了一批这个智力和精神都有毛病的反华的老棺材板子们的智库和议员们这些人对于郑丽文的态度可想而知吧。希望这几天呢能有重量级的人物出面来接待一下郑丽文，不然的话这事儿还真的是不算成功吧。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